在电视剧中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犯了错误的人会被发配流放，意思就是把囚犯发配到边疆偏远的地方去做苦力。这对于囚犯来说是极为痛苦的一件事，但是对于押送的官差来说也是这样。毕竟山高路远的，万一出个什么意外也说不定。但是有一个例外，所有的官差都喜欢押送流放的女囚犯，而且还是争着抢着去，这是为什么？本期影片，老司机猫爷就要聊聊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在很多人看来，流放只是换了一个更艰苦的地方生活，比死刑要好得多。其实不然，在流放的过程中，犯人们往往要带着沉重的枷锁，一步步地走向自己被流放的地方，而被流放之地一般都是一些非常偏远、荒僻的地方，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，而且在流放的过程中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还要受官差们的催促鞭打，对意志是一种很大的考验。在流放之行中，刑法的力度可以从流放之地的远近看出来，流放的地方越远，表示刑罚越重。被流放的人要走上好几千里，能不能活着走到流放之地还是一回事儿，更别提再想回来了。所以很多被判流放的犯人最后都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，免受流放的折磨。押送流放犯人对官差来说也是一件苦差事，在流放的路上，他们也要跟着囚犯走着几千里路，而且吃住条件也不好。走到比较荒凉的地方时，基本可以用风餐露宿来形容。押送犯人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他们每天都要加紧赶路，一路上可以说是非常艰辛。但是在面对流放的犯人是女囚时，就算来回要走上几千里路，很多官差还是都抢着要去押送。这是为什么？第一个原因就是放心。在古代一般很少有女囚犯被流放，但凡女囚犯到了被流放的地方，就说明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。如果犯罪的是男囚犯的话，就算戴着手铐脚镣，偶尔也会出现反抗逃跑的事儿。因为都是男人，所以遇到这种情况，官差们也是很头疼。能抓回来还好说，抓不回来那就麻烦了。但是女囚犯就没有这种麻烦，女生一般身子弱，走几天路就不行了，更何况是逃跑呢？所以押送女囚犯对于官差来说真的是又放心又省心，轻轻松松的就能把俸禄拿到手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二个原因，押送女囚犯给的钱比较多。众所周知，古代女人犯罪是极少发生的，犯罪到被流放的地步更是少之又少的，所以这些被流放的女人都是有点身份的。流放的路上过得有多难，大家都知道，再加上又是女生，遭遇的肯定更要恶劣一些，所以为了让自己的女儿或者妻子过得更好一点，所以家人往往会疯狂的给官差塞钱，有钱的人家给的更多，甚至还会给官差配轿子，有了钱自然好办事儿，而且官差也不会对那个女囚再做些什么，甚至对他们还不错，比如在吃喝上。但是押送女囚犯的好处可不只是这些，老司机们注意了，重点来了。大家都看过《还珠格格》吧？里面的金锁因为犯了错，所以就让乾隆皇帝给流放了。在流放的过程中，押送的官差因为看到金锁长得太过好看，所以就起了龌龊的心思。如果不是之后其他人赶去救了金锁，说不定金锁就被玷污了。其实这只是影视剧中的桥段，只是不得不承认，这也确实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流放的地方一般都很远，如果都是大老爷们儿的话，那肯定是没什么意思的。如果囚犯成了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再长得好看点，山高皇帝远，押送的官差起点什么不轨之心是常有的事儿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女囚犯都是犯了大罪的，就算这些官差对他们做了什么，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伸冤，已经是一个被流放的罪人了，难道还会有人关心你遭遇了什么吗？除了这个原因以外，还有一个原因是女囚犯身体弱，流放的全程都是需要走着过去的，别说女人了，就是大男人也有死在途中的。但凡押送的囚犯死了，任务其实也就结束了。
这样押送的官差也能早一点结束工作回去了。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，所以官差们都想押送女囚犯，毕竟能捞到这么多好处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流放起源很早，但到秦汉时代才逐渐形成体制，一直到清末才被废除。历经了几千年，它通常针对那些犯了罪还不到死罪的人群。比如有个大臣犯了大错，皇帝直接将他拖下去斩了，必会被人说是残暴之举，于是皇帝就会通过流放的方式来处罚，也就是死罪能免，活罪难逃。同时这样还能显出皇帝的仁慈。既然是惩罚，肯定不会让你有好受好果子吃的。通常流放的目的地是非常偏远的地方。元朝时期流放的原则是南人发北，北人发南，意思就是如果你是北方人，就把你发配到海南、福建等地，你是南方人，就把你发配到东北三省。历史上闻风丧胆的宁古塔就位于黑龙江省，因为古代战火连天，再加上医疗条件并不好，所以导致人口比较稀少。流放地又是一些鸟不拉屎的地方，就算是官兵也不愿去，而这些被流放的人正好可以充当替罪羊，帮助国家开拓疆土。相比男子来说，古代女子被流放会更惨。在古代，由于女子没有什么地位可言，在某一角度上来说，女人就是男人的附属品，不管是杀头还是流放，家人的重视程度都不会高于男人。一旦走上被流放的地步，等待女子的就是黑暗之路，再也没有光明可言。女子一旦确定被流放，首先要经过一些机构认可，这些被认可的人称之为是官妓，通俗点可以理解成专门给军官服务的女子。比他们更惨的就是军妓，他们要服务的都是些士兵，白天需要照顾士兵的饮食起居，晚上要给士兵排解心中的寂寞和压力，服侍他们，没有任何自由可言。不管女子流放前是什么身份，只要被流放，那么身份就连青楼女子都不及。大家在一些电视剧中可能会看到一些男人给青楼女子赎身的片段，但是纵观历史，猫爷爷还真没有找到愿意有人给官妓和军妓赎身的。之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他们赎身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基本都让士兵军官糟蹋了，另一方面就是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他们的身份只能做婢女，被流放的女子中要的赎金还多，还不如在生活中找一个。只要是做了军妓官妓的女子，很少有能最终活下来的，除非是特别坚强，无论如何都不想死的。当然了，就算是他们回到家乡，也会被左邻右舍看不起，甚至根本无法生活，孤独终老。猫爷毫不夸张地说，从女子沦为女囚被流放那一天起，正常生活就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古代女子就是一个字：惨。活在现代社会里，咱们应该庆幸，好歹是个男女平等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猫爷就先讲到这儿。各位老司机还知道哪些古代专门针对女性的刑罚？赶快在视频下方分享出来吧！千万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和小铃铛哦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